们继续来讲那来看什么呢？看对角化那也可以讲说对角线化那对角化的一个程序，英文叫做 diagonal 这一个process 好，那我们来开始往下看OK， 那这个什么叫做 diagonal linear operator？ 就是说我有一个 linear operator， 然后呢我 try to find a basis B2 F1 F2 到 FM 那因为 EF 讲过多少次，就是我喜欢用的符号 such that 这个 T 在 B2 到 B2 之下的这一个矩阵标志式是一个对角线化，一个对角线矩阵，你看，所以你看对角线矩阵这个打字就很麻烦那当然因为我现在没用播放模式所以那播放模式那个框框都不见了那表示说在 lambda 1 lambda 2到 lambda n 的上面都是0，那下面都是0那可以看出来。那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在玩更理论的东西所以要玩到108节课那就有办法所以你看这个 lambda I 的话not 怎么样呢 or different他们不是前相异不是前相异那后面我会出一两个小题目我们再来看一看，再看看。那如果呢这个 B2 存在的话，我们就叫 T 它是可对角线化就是说 T is diagonal diagonable 那这个很讨厌，非常讨厌就是说怎么讲说非常讨厌，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字典那甚至这 Word 字典都认为这个字是拼错的但是很多的那个原文课本它是喜欢用这个字，所以我们叫做可ABLE 就是可的意思好，那当然可对角线化表示说有些是不可对角线化那限于篇我们现在只是先讲可对角线化的问题好，那为什么说 B2 存在以后就是变成可对角线化？那到底又长成什么样子就是说一般我们 A 给了以后一般都是怎样，就是某一个线性映射在标准基底之下，有没有？它是一个 standard basis 这样有没有看到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咯，这个 T 有没有在 B1 的描述之下会等于怎么样呢？ T 在 B2 的描述之下，你看出来，所以记得我当初讲过了所以不熟再回去看，因为这个是精髓线性映射，这个精髓弄懂，因为你从头到尾就读得非常棒，所以我们知道讲义的话，我讲过说我真教过了大概将近50次以上的已经这个出神入化那当然知道中间的各种奥妙，所以整理出这一套讲义出来。所以你看2到1 1到1 1到2就是2到2，你看出来那这个就变成 P inverse A P 等于 D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考古题出现要把 P 给找出来，那 P 其实就是一个线性变换的一个矩阵而已嘛。所以这个 P 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ID 有没有看到是 B 第二个坐标系变回第一个坐标系，这个就是坐标变换，新变回旧。那新变回旧就很明显就是怎样的 ID F1， 那因为它变回旧的时候它要在1之下的一个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式，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是 F2 有没有看到点点点？有没有 ID 这个 FN 这个写起来甚至有点辛苦那其实就是 P1 P2 点点点PN 所以这个 P 本身就是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呢？注意啦，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 eigenvector eigenvector。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这里很明显的话，你看 P and 怎么样 P 这个 exist 那表示这个 P 是什么？可逆矩阵。 P 是可逆矩阵，你们看出来？那可逆矩阵因为我前面有好几个因为理论上都没有讲
P 如果可逆矩阵的话，它的那个什么列空间的，就是说列向量必须线性独立，那包括行向量也都要线性独立，所以这 n 个向量要线性独立，它要 linear independent。那理论证明就是说现在没有时间再证明就是说先把各位先唤醒这一块的一个想法出来。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对角线化的理论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好了，我现在有 k 个不同的 eigenvalue 有没有？那第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T 是可对角线化的话 ，V 空间可以变成是 λ1 的特征空间 λ2 特征空间跟 λvk 特征空间的直合。你说直合什么意思？直合的意思就是说不准它的那个维度会消失掉。那这样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我再用下面一个理论来讲。那因为证明每一行的证明都花很多时间那这个我们就先在这边就先打住再说了所以我的 V2 很明显的怎么造？就是我等于一个 F λ1，有没有看到λ11 F 怎么样呢？λ12这什么意思？哇，这个我发现如果说我要打字，我会没命的手写都已经浪费我发现很多我的时间了这个要花很多时间你可以看到22，怎么会那么麻烦呢 ？F λ2 的 n2， 那因为这边都是这个样子你一定要学起来这个一定要学起来，没有所谓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欧洲的数学家好厉害K1 λ K2 点点点有没有到 λ 的什么样呢 K 的什么 NK， 我们看到那这是意思什么？这意思就是说里面你可以看到有 n 万个那这里面怎么样有 n2 个那这里面有几个？这里面有什么 nk 个？我们看出来 nk 个nk 个。那因为前面讲过说这个它的那个行列是 a 减去 λi 的话，它是一个 n 乘 n 的矩阵，所以它展开的那个多项式是 n 次。所以呢，我要找到 n 个这个eigenvector， 让我可以兜出我的一个什么？兜出我的那个对角线的矩阵也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说那我的 T 怎么样呢？我的 T B2 就是由第一个空间所兜出来的 λ1 点点点到 λ 怎么样λ 这一个所以这总共有几个N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对应哪一个？对应这一个有没有？所以它需要 N 个怎么样 ？N 个 column N 个 column vector 出来，我们看到好，那这个是 λ2 点点点λ2， 那这个是 N2 好，把它认真写一下 N2 我们看出来那这个对应谁？这个 N2 有没有？它对应谁呢？对应这一个，我们看到对应这一个好，那如此类推，点点点哇，这个如果真的要打字的话，真的会很累。好，你看这等 nk 个，那这个式子就出来，那其他都是0，那它对应谁呢？它当然对应最后这一个。你看这个符号，所以你们就认真再盯一下，因为这边都是最后考试的一个慢慢集中重点了没有？好，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以后呢，那玩一个小题目好了，玩一个小题目好了，我们把这个试着把它对角线化看看啦好，所以首先呢，行列是 a 减去 λi， 这等于-1λ 3减去 λ 40，那展开那这个展开就不用我玩了，然后我们加速一点这是我早先写的讲义那到底有没有算错？你们有看到再告诉我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如果再慢慢算，我们这个今天又要录很长了这样子。那接下去的话就是说那刚刚已经把那个理论都教你们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好，我们就故意在写讲义的时候把它讲清楚把问题彰显一下
就是我要找到一个 P， 让 P inverse AP 会等于 D， 会等于 lambda 1 lambda 2 0 0，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里的话很明显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1 0 0。那当然你可以把3写前面也可以就是反正解题目就是有一个顺序嘛。I prefer 就是说 you prefer 因为你解题是你就可以你高兴可以写在前面。好了 ，v lambda 1啦，所以 a 减去 lambda 1 i 啦，是 x1 x2 啦，0 0有没有看出来？好，那 lambda 1是等于-1 lambda 2等于3，所以推出来怎么样呢？0 0所以这个式子告诉我怎么样？告诉我就是x2 x2 等于什么 ？x2 等于0，那 x1 就 free 啦，那2等于0 1就是 free 啦，所以1就是 alpha 0，alpha 属于 r， 这个第一个，好，往下看。所以做数学本来就是要有一点点小耐心的那我刚刚讲的还是那句老话，不能用观察家啦，不能当观察家所以我要推啦。x1， 所以我在写讲义就很不厌其烦的很仔细写给你看。那带负极，带3带3进去，所以这个-1减3就等于-4 ，3减3等于0 0。这个式子变成怎么变那么简单？比我刚刚我自己造的题目简单多了。这个0 0，因为它要那这样就告诉我们说 x1 等于 x2， 因为x1 减去 x2 等于0，所以 x1 等于 x2。这样推出来怎么样呢 ？v lambda 2就等于什么？alpha 因为相等嘛，带进去有没有 alpha 属于 r？ 那是不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没什么问题。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选择喽。我就选择什么呢？那按照我们前面的理论，我就选择P1 从 v lambda 1里面来。那 v lambda 1的话，你回去偷瞄一下，alpha 0，所以我当然挑前天价最简单的10嘛。v lambda 1有没有？那 P2 在前面已经 alpha， 所以我就挑前天价也是数1数2难的这个这个 v lambda 2。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 P 等于什么呢？可以看到没有？10 第一这样能够看到P inverse AP 呢就会得到 D， 有没有？那 D 的话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等于 lambda 1跟 lambda 2就等于-1 3 0 0，有没有？你可以看到前面不是-1 3嘛？好，没问题那再往下看，下面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我靠，这个题目要做起来，正经八百的来解解看。所以 F lambda， 所以做数学就是很伤脑筋，要做很多题目好，那这个式子的话，你可以看到等于2减 lambda 3减 lambda 2减 lambda 2 1 1 1 1 2，有没有？那我就针对第一列降阶，有没有？所以降阶的话，等于是它就乘到什么？它的 minor 那这个相关的我在前面没有再录一张给你们讲解那看一下就好了2减去 lambda 那3负 lambda， 说错，不是3是3减 lambda， 又写错了肚子饿了。那这个时候是2负2减去 lambda， 再加上2，那因为正负所以变成-2。那这个时候是2减去 lambda， 再加上最后一个1。这里面看到，所以我降阶
这边降阶，这边降阶，有没有看到？好，所以最后一个1，那降阶的话就是这一块嘛，所以等于是1、3减lambda 1、2，好，这个式子干嘛搞那么长呢？好，不要搞那么长，好了，至少我们看起来应该有模有样就好了吼。这个平方怎么因式分解，自己在想办法的嘿。可是这里最大的方法就是说 ，f 是3次多项式，可是只有2个根，这2个根有没有看出来？好，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就来往下找了吼。哇，我看我这边我在刚刚编的时候有没有编错？没有错，这个是好哇！你看题目好多，很累，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v lambda 1，好，所以这个还是让 a 减去，好，你可以看我在右上角就贴出它出来了，就是说，好，那这个时候等于1带进去，1、2、1，好，那来解它。有看出来？嘿，那这个式子，好像我漏掉一个地方，我在撰写的时候漏掉一个地方，写讲就是应该等于0，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推出来哈。x1 加2倍 x2 再加 x3 等于0，嘿，那这个时候我就取谁呢？我就取，我就取。好了，我看我这样取对还不对？就说这个式子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OK 的，嘿，所以我就 x1 就取 free， 我就 x1 取 free，x3 也取 free， 那这样 x2 就等于什么？负的2分之阿尔法加贝塔，那阿尔法、贝塔属于实数，嘿。我就造出来了，造出一个这个式子出来。那再往下造，哇，再往下造有没有？我再造 v lambda 2，那这个可能就比较简单的，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嘿。好，那这个没问题，好，我来赶快，那把它带进去，就得到什么样？负3。负2，负3，1、2、1、1、2、1，好 ，OK， 好，再求它的联立根这样嘿，这个有点小麻烦嘿，那因为我前面这一段我也省略掉了吼，但是我现在操作给你看嘿。比如说，一般我们要做一个加减消去法的话，那最简单就是让1跑上来，所以我就把1、2对调，就变成1、负2、1，那这个负3、2、1、1、2、负3，然后呢，我把第一列乘上一个3加到第二列，把第一列乘以负1加到第3列，所以就得到这个结果。看起来还可以的话，只是说一直在写。那做数学就是要推导。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前面我就杀掉了，然后呢，杀掉以后我就先做一个动作，因为眼睛一瞄我就可以第3列乘以1加到第2列，有没有看到？那这个第3列，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写错了？好，这边有点写错了，嘿，是第2列哈，是第2列，第2列乘以1加到第3列去，嘿，把第2列乘以就把它加上去，有没有？
那加上去的以后就变成怎样呢？变成这个变成-4，这个变成000。然后那因为一般我们在解题目有那种比较洁癖的感觉，所以就再把怎么样？再把这个变成是1-1000，就第二列乘上一个1/4，让它干干净净，然后再来怎么样？R21乘上一个2，把上面给干掉，所以就得1-0-1，有没有？好，可以哈，1-0-1嘿，然后0-1-1，000嘿。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变怎样？就变告诉我说是 x1 减去 x3 等于0，x2 减去 x3 等于0，有没有？好，这个我就把它导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让你们稍微看一下，有没有？那所以 x1 就等于 x3，x2 就等于 x3，哦，那不就是很 trivial 了吗？所以把它拉上去。我就不要再增加一页了哈。好，所以阿法属于 R， 帅。所以因此最后收官 ，V lambda 1求出来了 ，V lambda 2求出来了。所以呢，我要选择 P1、P2、P3 嘿。那 V lambda 有两维有没有？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跟他看出它2维，所以我就选 P1。等于什么呢？2-1-0，2-1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挑这个式子的时候，我这个不要嘛，可是我希望这个不要带小数在，带分数在，所以我就取一个2，有没有？那-2/2就等于-1了嘛。简单哦，就这个自己造出来的嘿。那 P2 呢，就等于-1-1，哦，-1，你可以从这边挑，能看出来，嘿，就说那这个时候我就挑什么？我就挑挑中间这一项挂掉，有没有？挂阿法，就阿法等于1，这个贝塔等于-1，就把它消掉了，就得到这个式子。所以你发现 P1、P2 两个是线性独立，有没有？所以属于 V lambda 2、V lambda 1。那 P3 没有选择说1维，变这样，看到嘿，那所以最后呢，好，手指已经在下面，可以收官了，等于 D 有没有？那等于1-0-0-1-0-0-5，有看出来？我看是不是没有错？因为它这个两个是我们的 eigenvalue， 我们的 eigenvalue 我们看到，好 ，perfect。所以 P 呢等于什么呢？2-1-0，1-0-1，1-1-1，当。所以这边我挑的题目其实都很简单嘿。那真的考试的时候会很刁钻的大题目给你，但是你只要把我刚刚讲的观念 keep in mind。keep in mind， 然后这整个逻辑思维都是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习之后的话，题目再怎么难，你都有办法去处理它这样哦。好，这一节就先到这边。